下开步，膝关节是永远不会超过你自己的脚尖的，大家理解了吧？所以同学们啊，如果说老师我屈膝下蹲膝盖不舒服，或者我单腿的放松下沉膝盖不舒服，其实都是出在于此了。松胯它是从起势到收势，一直到结束都是在松胯的状态。同学们理解吗？理解打上2个字理解啊。好，咱们回到全论里面啊。那随屈就伸呢？这个意思，它并不是光指着咱们2个人之间在互相对抗的时候，对方手臂弯曲了，我就顺着这个劲儿往远去伸，而是我们的身体啊，在弯曲的时候是能有一个向远放长伸远的状态。什么意思呢？来，咱们举例做这个金刚倒坠啊。你看，金刚倒坠它的身法有螺旋以后，你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沉下落。腰胯和膝关节是不是在屈膝下沉蓄力？但是你的2手会随着身体的弯曲、身体的曲折、身体的放松，形成一种自然放松的下沉。手臂反而从一个弯曲的状态，慢慢在放长伸远。你看，腰胯转螺旋，手会向远去放长，把手放长伸远，轻扣右脚脚尖。你看啊，明明是收合，明明是腰胯相合，带右脚虚部点地，但是左手会随着身体的螺旋，随屈就伸。屈可不仅仅指的是弯曲的意思，它也指的是有弧线螺旋的意思。大家能够理解吧？就是以前的这个屈啊，蜿蜒曲折，这句话大家听过吧？啊，曲在古代不仅仅是指的是收缩的意思，也指的是蜿蜒曲折的意思。随着你身体的螺旋弧线，你会将弧线送到你的梢节，放长伸远。所以你会看到老架一路里面有很多这种动作，就比如说你看咱的高探马，高探马跟金刚倒坠很像是吧？我领手一捧，你看啊，一根右步唰往外领一下，然后收步，然后领，你看啊，跨步唰，身体明明是曲折的，但是你的双手是顺着放长伸远的。能理解吧？所以叫随屈就伸。那下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去讲到咱们2个人之间互相在沟通啊，互相在探讨进路的这个过程。你看这句话说的就很好，随屈就伸，人刚我柔，谓之走啊。这个谓字儿，它是有2种含义，通假字嘛。为什么的为？你看啊，对方是刚柔的刚猛的时候，我就放松的去走化它的进路。其实同学们，这个动作不仅仅是对方跟我的对抗，也是咱们自己身体的对抗。举个例子啊，同学们，大家平常练拳顶过劲儿没有？顶过打顶过啊，顶过打顶过。什么叫顶劲儿呢？同学们，老师用一个例子给大家一讲，你就知道了。还记不记学姐？还记不记咱们当时给大家讲的说移重心的事儿？移重心的事儿，你说老师啊，我跟着咱直播间里边学了咱们的大螺旋、小螺旋、大螺旋、小螺旋，我发现我移重心跟转腰转胯身法特别好了，但是我发现我移重心的时候腿特别累，而且打完一遍拳以后跟普通人不一样，人家打完拳很舒服很通畅，我打完拳腿抖得像个筛糠子一样，包括站桩也是。这个时候就叫做怎么？人刚我柔谓之走。为什么叫人刚我柔呢？其实我们自己也是那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的2条腿，老师跟大家讲，那天讲记忆力怎么说的？你说，我说咱们人呀，从早上起床站到地面上以后，2脚一沾地，它就是不断的在跟地面产生相互的作用力。如果你要不蹬地，你是不是直接躺地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蹬劲儿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，因为人不能左脚踩右脚飞天上啊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太极拳当中就会有一句话叫做力起于地，行于腿，主宰于腰。那么腰部的运动呢，它是主宰我们四肢发力方向的。你看啊，同学们，对，2脚平开步啊，2脚平开步。咱们那天咋跟大家说的？你看啊，哪怕重心放在中间，你只是去做一个螺旋，你看以中线为轴啊，腰向左转，左胯相合，右胯打开，右胯相合，左胯打开。当你往哪边转的时候，来，同学们，咱们一起做啊！你会发现，你往左转，左腿就会变重；你往右转，右腿就会变重。那谢谢咱晚来课姐送的这个大墨镜啊，谢谢姐啊，祝咱们越来越漂亮啊！发现了没有？来，同学们，发现打上2个字，发现。所以，当我们一旦有了这个螺旋之后，感受到腿上一个劲儿大，一个劲儿小的时候，
这就会出现人刚我柔谓之走了。这句话呢是走化的意思。所以你看，咱往左一转腰，左腿一变沉，这个时候很多同学会怎么样？老师转完腰我要蹬腿了，那就是让左腿2次发力有了更大的力量，把右腿给它顶过去了。本来你右腿就有蹬劲儿，现在你往左一转，左腿的劲儿变得更沉，然后你再去蹬左腿，是不是相当于在顶牛？左腿的劲儿特别大，把右腿的这个劲儿给它顶过来，那么你是不是就在以蛮力在对抗这件事情？所以老师那天咋跟大家讲？你说咱呀往左一转，左腿沉了以后，你不要再去蹬左腿了，你想办法让你的右腿自然放松，让你的左腿的力慢慢走化到你的右腿上。你看，人刚我柔谓之走，为了它去走化动作，谓也是叫做的意思啊，叫做走化。你看，刚它刚了，有劲儿，它是阳了，那我就变成阴，我就引住它的劲儿慢慢过来。所以为什么大小螺旋给大家讲的是前期一定要慢，慢是为了让你找到这个框架，把这个框架做好了，到时候你一旦找出来这个刚柔的走化啊，对这个右腿刚，那左腿就柔；左腿刚，右腿就柔。当你把这个框架走好了，那不就招熟而见物懂劲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过程里面你会发现，打太极拳的一重心，如果说咱要没啥事儿的，我能一绕一天，为啥？因为不费劲儿，它是靠一种巧的力量在不断的给你揉啊揉啊。所以这个人刚我柔谓之走，不仅仅是对方跟你在产生相互力量对抗的时候所要做到的事情，也是我们人在打拳的时候要做到的一个细节要点。不要去对抗自己的身体，我们的腰胯一旦形成了转动，那我们脚下的重心就会有变化，顺着虚实，顺着重心的力自己去走这个动作就会很舒服。来，同学们，这个人刚我柔谓之走，大家理解了没有？啊，那这下边这句话就我顺人背，老师转动屁，哎，糖果宝贝儿很好。前期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就练太极拳的人屁股大都饱满，啊，并不是我们你看老师啊，老师如果骨盆前旋的话，我是这个样子，是特别翘，我的屁股不是翘，我是纯大，看到了没有？你练好动作以后，你的屁股咋会？膝关节要使劲儿啊，那膝关节就给你拆掉暖下，你那能使劲儿吗？膝关节能使劲儿吗？不能使劲儿啊，都是腿使劲儿啊。你屁股打拳的时候用到你的臀大肌、股四头肌、腘绳肌、梨状肌，就等等，就它主要运用的就是你这一块的大肌肉啊，大肌肉群，它不会用到你的膝盖和关节，明白了吧？所以你说老师，我练这个走化的时候屁股蛋子疼。我恭喜你，你做对了。为啥？因为屁股蛋子疼，证明它已经开始慢慢去调动我们腰胯开合的发力了，转换了，知道了吧？所以屁股疼呢，是我们很多小白刚入门的时候，经常会给我聊过的一个事儿。说老师让我屁股出来，屁股开始疼了，很对，对，就是他走的是后弧，不可能走。来，同学们啊，老师来跟大家去讲一下，就是最近呢，老师发现网上有一批很神奇的同学啊，讲的叫当走前弧啊，给我都听懵了。我说当走前弧，我说当走前弧那就没有松胯的事儿了呀，对不对？来，老师跟大家去讲一下，咱们泰拳当中只有当走后弧，没有当走前弧这句话。现在这句话当走前弧这句话不知道是谁说出来的啊，我也不知道从哪听说的。首先，老师带着大家知道当是哪个位置啊？传统武术概念当中所说的当，并不是我们的生殖器，它说的是我们的会阴。来，同学们打在公屏上。会阴在哪？在生殖器和肛门的正中间，它代表的是上通百会，沿着我们的身体正中央直接通一个直线下来，正好到那个位置，知道了吧？下弧跟下弧是后弧当中的一个状态。你看，同学们啊，当走下弧也是近代出现了新词。咱们想一想，同学们，大家听过那句话没？叫做拳打卧牛之地。以前的老师傅打拳，上面盖个桌子，让你蹲这么低打拳。来，你告诉我，你还哪有下弧的这个点儿了？只有后弧。下弧呢，是我们现在的人打拳的身法比较高，然后呢，这个身法又需要你做下势，所以没办法了，让你走出当走下弧的这个说法。但最早以前，比如说咱举个例子，抱头推上一合，大直接都到这儿了，你一走，来，你告诉我你咋来的下弧？这不都是后弧吗？就没有下弧的这个概念。以前人练功那是朝死练，人家是为了练好这个动作，
把整个生，把不能说把整个生，把整个时间，把整个自己工作的点都在这个上面。为啥？因为以前人练好人是为了保命、养家糊口，押个镖也好，当个衙役也好，当个捕快也好，为练好这个能有饭吃。你现在练好这个是为了干啥？是为了让身体平平安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就会有了身法的高低起伏。以前都是蹲到这儿去打，都是蹲到这儿去打，一走都是这么去打。那你说他怎么可能会有下胡这个概念呢？原来的身价就是低，知道了吧？就没有高身价这一说。你可以看看以前那些老书里面那些老拳师，凡是有那种明清时期的那个照片，都是卧到那个地上，都没有说站到那个地上打拳，除了那些起手式啊，除了起手式会让你站到这儿，但一打起来都是卧到地上打。知道为啥了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听到了下胡也好，前胡也好，都是近现代，就是莫名其妙出了很多新词儿。太极拳当中只有当走后胡，明白了吧？啊，对，底盘低嘛，拳打卧牛之地嘛。以前我记得我爸让我干过啥？让我干过就在高凳子底下打老架一路第一段，给我打完那一遍，我浑身都是疼的，因为酸，你知道吧？浑身都在去维持这个重心和上肢这个支撑性，知道了吧？所以说，同学们啊，咱们在练走啊，怎么会不走嘞？同学们啊，你看，上步七星，好，下来之后，坐胯摆脚，看屁股，屁股是不是在后头？这不照样是后弧吗？咋会没有后弧？同学们，你听好啊，人在松胯屈膝的时候，你的当胯就是在后头，会阴就是当，当只要在后头走出来的弧线都叫后弧，知道了吧？都叫后弧。大家现在理解的是啥吧？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没有后弧这个说法了？我跟你说一个点儿啊，你看，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走换重心的时候，就已经不让膝盖对着脚尖了。现在好多人走上步星，他是这样子，看啊，拧着就上去了。你把你的整个膝盖拧成这个样，叭就顶上去，你的当胯就没法走弧线。为啥？因为移动重心的时候，这个后弧到底咋出来的？一定是保证膝盖对脚尖儿，你松胯屈膝的时候才能有后弧。如果你不松胯屈膝，你直接这样拧膝左移、拧膝右移，来，你告诉老师这个当胯怎么能有后弧？是不是完全不能有后弧了？对不对？后弧所指的概念就是两脚脚尖在正常朝向的情况下，膝关节和脚尖相对，两胯的开脚正好能够帮助膝关节对住脚尖儿。腰胯往后一折，往下一松，往下一沉。你打拳的时候，从起势到收势，全程都是屁股在后边的松胯屈膝的状态。你怎么可能会走出前弧的这个东西？走出前弧，那你就是这样在打，全在膝盖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不管是从人体的结构上来讲，还是从拳论上来讲，前弧跟下弧这两个东西根本就不是咱们太极拳当中所出现的词儿。而是现在后期的这些老师自己给它加上去了，方便自己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身体的起伏跟上升下落。最早的时候是没有这些词语的，拳打卧牛之地就是一个很低的身法，就是在后弧螺旋、后弧螺旋、后弧螺旋、后弧螺旋打，就这种低身法，就不断的在这样低身法在打拳，对不对？所以哪有什么下弧啊？你再有个下弧，你屁股蛋定眼子磨着地走了，那不出火星子呀？痔疮都给你磨出血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下不下的问题了啊，理解了吧？大腿小腿直接加上一个直角。你看现在咱们同学们练拳，谁还有这种身法的？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来喝口水啊，咱们继续往后，接着走拳论啊。不是啊，同学们啊，那咱们看老师怎么分虚实，哎，马上就给你讲到后边了，你看。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随啊！人刚我柔谓之走，我顺人背谓之粘。那第二句话就我顺人背谓之粘，啥意思呢？就是先翻译成大白话，就是当我是顺着这个力量，对方是背着这个劲儿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粘住他，让他烦。啥意思呢？就是很多人说啊，老师我不太懂啥意思，我跟你讲。就是咱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情况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跟自己的这个小朋友玩，去掰对方的胳膊，掰过吧？就是哎，你看我是警察，你是小偷，我掰你，是不是给他按到那儿了？哎，然后他就怎么？他就去挣脱，然后他挣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去追着他，哎，我不让你挣脱，我不让你挣脱，你就跟着他去走他的那个劲儿，这就形成了我顺人背谓之粘的概念了。
那大白话是啥意思？就是当我处在一个顺的这个状，就是怎么样，非常顺势的这个状态下，对方是背势的状态下，我一定要粘着他，就说白了，乘胜追击，不让对方去有什么，不让对方有翻盘的情况，就是趁你病要你命，明白啥意思了吧？就是我顺人背，谓之战。所以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随，这就是咱们分为2个部分去给大家讲啊。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随，它本身指的是2个人之间在对抗的时候，他的速度快，我的速度要比他更快，要快过在他前面，就像咱们李小龙大师讲的那个截拳道一样，在他对方手臂在出到我身前的时候，我就要能打到他的身上，把他的这个拳头给他截下来，或者把他身体的运动给他截下来。你很多人说，老师，你看太极拳练的时候慢慢的，但是为什么很多师傅说以前太极拳能打？因为以前的人在练拳的时候，人家是做速度跟力量的训练的。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，太极拳打拳的时候举重若轻。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都是以一种慢的方式在怎么样调和养，是以一种这样的状态在练功。但是真正以前的动作练习啊，他们是一直在不断的提高自己速度的，跟对方在对抗搏斗的时候呢，都是要快到对方的前头。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随。那该慢他慢，那我也慢，我就不快过他，因为他要慢下来的时候，咱也慢下来，咱可以节省体能。对方快的时候，咱要快到他的前面，咱要提前去预判他的攻击方向和攻击位置，咱们能做好躲闪和让劲儿，这就叫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。但咱们身体也是一样的，你看到同学们，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，就是眼手攻拳转化金刚捣对。你看自然放松，我们发力的时候是不是要很快？你看移动重心，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随，瞬间就能够放松下来，去转接下一式的动作。你看，再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现在咱们很多同学呢，一打眼手攻拳，为了外形的抖动，就完全丢掉拳论里面说的核心了。你看一出拳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浑身在那抖，就跟身上有虱子一样，那手也抖，胯也抖，肚子也抖，胸也抖，浑身在乱晃。那你肚子里边这点五宝六背不都晃散架了，对不对？晃散开了。我们人最不喜欢的什么？就是莫名其妙的乱。就老师给你举个例子啊，你站到那个会乱抖的桥上，你心里慌不慌？你难受不难受？是不是很难受？你或者你说老师，我家里边有那种什么左右来回摇摆那种减肥，你站一会儿你心慌不慌？难受不难受？那种抖动抖得你心都是难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为什么我们要去在打拳的时候刻意去抖、刻意去晃？你心不慌吗？我看着我都心慌。所以说，咱们发力的时候就是那种一瞬间的放松。你看，眼手攻拳，速度有了，力量有了，瞬间的发力也有了。然后我们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随。就打出去，咚的一瞬间，直接就往下去接下势了，身体就会瞬间的从一个紧张的状态，瞬间进化成一个放松的状态，永远不会让自己的身体紧到这一个地方，咯抖咯抖咯抖，你抖它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同学们，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随的概念就是，我们打拳的时候也好，或者跟人在对抗的时候也好，一定要学会松柔转化，快慢的转化。而不是说，哎呀，我为了凸显出来这个动作很帅，我当抖，然后到这儿，然后再就是这种很奇怪的身法一带，其实就是很顺着那个劲儿。看啊，放松，走，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随，是不是？然后虽变化万端，而理为一贯。这句话说了就可好了。虽变化万端而理于一贯，啥意思？就是你看太极拳呢，变化莫测，动作繁多，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那么回到咱们这前半段去讲，你看同学们回忆一下啊，太极者无极而生，动静之机，阴阳之母，气，那都给你气死了，知道了吧？那不叫气，那叫给你气死了。所以同学们，咱们这就相当于说是第一自然段基本上结束了。虽变化万端，而理为一贯，是吧？这句话怎么讲？是怎么解释了？就是虽然它的变化很多变，很变化多端，很变幻莫测，但是它的道理都是这些道理，明白了吧？所以你看第一自然段就没了啊。给大家串一下原文啊：太极者无极而生，动静之机，阴阳之母。
动之则分，静之则合，无过不及，随趋就伸。人刚我柔谓之走，我顺人背谓之瞻。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随，虽变化万端，而理为一贯。明白了吧，同学们？然后中间有一句话，他说的特别好。然后第二自然段了，同学们，老师给大家讲，第二自然段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怎么说？然非利之久，不能豁然贯通焉。来，同学们啊，然非利之久，不能豁然贯通焉。这个然呀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转折句，啥意思呢？并不是我们怎么样用那种大蛮劲儿去练功就能够豁然贯通的。好，这句话一说完，他就开始说真话了。怎么说真话了？前面都给你讲的是什么大通概念，到了这个然非利之久，好，话锋一转，就是说，并不是我们每天就下着死功夫、下着苦功夫，天天累得满头大汗、累了一身蛮劲儿，能够理解的这个事情。然后开始跟你说方法，什么方法？打拳的时候，老师天天在直播间给大家说几句话：虚灵顶劲，气沉丹田。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同学们，说白了，翻译成人话就是，打拳的时候先让自己站直，先让自己的气息往下去沉，能够感受到百会是拎起来的，脖子是正的，肩膀是正的，整个上身是正的。这样子的时候，你跟别人对抗，你才能有什么？才能有灵活的转化，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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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就是才有这种转化。所以百会上拎，立身中正啊，虚灵顶劲，就有了我们的第一个上半身的要求。那气沉丹田是为了干啥呢？人家都说了嘛，师傅怎么讲的？真正一个人的功夫好不好，他不是看你什么，他不是看你这一拳能打多大的劲儿。小声点，宝子，你把这句话换着去理解。气沉丹田的目的是啥？它不是为了让你肚子变大，也不是为了让你肚子变鼓，也不是为了让你肚子变胀。这句话的含义，宗旨是为了让你脚下站稳。一个上，一个下，虚灵是天，丹田就是地，就是土壤。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气沉丹田的意思，就是让你脚下能够牢牢的抓地。你看大街上那种搞笑的打架视频，老头 A 打老头 B， 那老头 A 一个大摆拳过去，老头 B 一蹲一躲，老头 A 自己把自己甩飞了，然后老头 A 摔一跤，讹老头 B100块钱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气沉丹田的意思是让你脚下能够有根，你打拳能够怎么样？能够在打拳的时候脚下有着根儿，不至于一拳抡出去把自己带飞出去吧，对不对？你可见过这种小笨蛋了，是不是？一打架，那一个正蹬踹过去了，自己摔一番，完了，对方没事，是不是？这不都是这种情况吗？所以虚灵顶劲，气沉丹田，不偏不倚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身体在打拳的时候，尤其是单腿站立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？你看啊，一个起势，偏，开步，好，晃回来，领，落，有没有这样打拳？有可多啊！不是老师在模仿，是我真的见过，有好多人这么去练拳，然后一打拳一开步。见过没有？真的，我见过老多，就是偏倚的去练拳，就不偏不倚。说的到底是啥意思？就是我们的重心转化。我刚才咋跟大家讲的？我说重心转化，它是依靠两胯的螺旋来感受自己的脚下的重心有虚实变化，顺着这个劲儿从左到右移动，从右到左移动，对不对？要去慢慢的学会怎么样？无过不及，随趋就伸，人刚我柔谓之走，对不对？要学会这个东西。但是现在很多同学们是咋样的感觉呢？都是这样，一开步，他不去把自己的身体做这种什么横移，让重心压到右腿上，上身是中正的。你看这样开步是不是很端庄、很中正？但现在好多人开步都是这样，然后一开步都这样，然后歪。扭歪，尤其斜行最多了，斜行是这样，这就叫偏倚嘛，所以说，当我们一旦偏倚的时候，
你就会发现，同学们，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这是一个瓶儿，啊不对，那拿棍儿吧，来棍儿来，啊，拿棍儿来，你看啊，你棍儿如果立到地上，这样直接去转，它是不是能转一会儿？但是如果你一歪，你转是不是直接就躺地上了？所以偏倚的问题就出在了咱们大家打拳的时候，你自己一歪，来，老师问大家，现在咱们同学们，咱跟着老师一块儿歪一下，感受感受啊。我们人有一个位置叫做前庭，这个地方是干啥的呢？是在我们人体的身上呀，作为保持平衡的一个小器、小官儿啊、小官员。那么你看啊，当你身子一歪，有没有发现你整个世界都变得倾斜了？啊，整个世界变得倾斜了。这个时候你还能做好动作不能了？所以偏倚的问题呢，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位置的。如果一旦前庭的这个方向和平衡系统在我们打拳的时候遭到了什么？遭到了破坏，那么你会发现你打拳的整个世界是个歪的。当然，咱们生活当中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，但是这儿老师给你说到啊，给你说到，所以不偏不倚的意思就是打拳的时候保持中正，哪怕你重心右移，也得是怎么样？整个髋关节移到右腿的正上方，提膝，好，下沉髋端平开步，而并不是让大家怎么样，并不是让大家看到中间这根线了没有？这就是偏倚跟不偏倚的区别，理解？啊，忽隐忽现，这句话说得好，你看同学们，这个忽隐忽现是啥意思呢？你一定要听清楚啊，就是时而在，时而不在。你听了这句话，因为老师，你看吧，太极拳论开始给你讲深奥的东西吧，不偏不倚，忽隐忽现，说白了就是时而重心在脚腿，时而重心在右腿，就是让我们重心转化的时候呢，能够灵活稳定。你看啊，同学们，比如说我们要做金刚倒队，好，到这儿以后，好，重心一上步，右脚虚脚点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时而重心在左腿，领右膝抬起了，对不对？左腿一松，不偏不倚，直接往下去松左腿正脚，你的两脚是不是同时落地？忽隐忽现，似右脚，但并非右脚。咱们这两天讲金刚倒队，一直跟大家讲了怎么说，正脚的时候，它用的不是右脚的往下跺的力量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左腿的松沉的力量。你看，老师在观察老师的左腿啊，正脚，上身随着左腿的下沉，整个身体躯干同时带动右脚，咚往下落地。看着好像是在跺右脚，实际上是在松左脚，所以说虚实难辨，忽隐忽现，就是带到对方跟你对抗的时候，就是他都不知道你要去干啥的时候，你就牛逼了，啊！但是呢，它有一个转折，叫做左重则左虚，右重则右咬。这里呢，那个咬就是一个木字旁下面一个日，就那个字啊，它是通那个啥，它是通那个摇的意思啊。啥意思？来，波波老师啊，你会发现啊，如果一旦我们的重心特别偏沉的时候，来，波哥你重心放到右腿，啊，右腿，对，放在右腿啊，放在右腿。大家觉得说，老师，我重心放在右腿的时候，我应该右腿更有支撑性，是不是？右腿站得更稳。其实不是，如果它重心在右腿，你往右推它，它是很容易就倒了。但是你反过来往左推它，那就你别让劲儿，你还让劲儿，看到没有啊？你看，来从正面看啊，来，你右脚持重心，左重则左虚，右重。你看，比如现在是右重，其实右边拉它是最好拉，但是左边你看往左推就不好推，为啥？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当你一个腿为实，一个腿为虚的时候，老师给你举个例子，比如懒扎一啊，懒扎一。我老师今天呢，给大家去说一个老师的心里话啊，就是你看你懒扎一的时候，右腿为实腿，左腿为虚腿。那我来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啊，你觉得这时候右手的对抗的力是不是来自于从右侧过来的力？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就是右手往外摆，右腿是重心腿，左腿是虚腿，你这个时候的支撑力或者支撑点是不是在右侧？从右侧过来个力，你是不是能够支撑的特别好？对不对？那如果左边这个人推你的时候，你右腿为实腿，是不是就不容易站稳？所以老师这边跟大家说清楚啊，你看，来静白姐，你来啊，你来啊，太极拳来呗，太极拳当中的每一个动作的方向、意识、劲力、
都有人家特定的用法。现在网上有很多神经病来懒扎衣啊，懒扎衣，对懒扎衣，对懒扎衣，右手懒扎衣右手，不要紧张，你叫不紧张？不是忘了。给我不紧张，快。